各位朋友，今天这堂课我要跟大家聊一件很多人不敢讲也不愿意听的事情。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女人嫁出去才算有了归宿？这句话在咱们社会里流传了多少年？我估计你连想都不用想，脱口就能背出来。老祖宗留下来的嘛，千百年的传统嘛，妈妈对女儿最深的期望。好，现在我要告诉你，这句话存在相当大的偏差。我研究易经几十年，翻遍了中华文化里关于女性命格与婚姻的所有记载，越看越发现一件事，咱们的老祖宗从来没有真正说过女人一定要嫁人才有福，这是后人加上去的解释，是历史某个特定阶段为了维持社会结构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然后慢慢就变成了常识，变成了天经地义。但易经说的是什么？易经说的是天下万物各有其位，各有其道，顺之则昌，逆之则衰。什么叫顺？顺的是你这个人真正的命格，顺的是你气场与能量，顺的是你的阴阳配置，而不是顺着别人对你的期待，不是顺着社会给你贴的标签。今天要跟你讲的是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的角度，不结婚对某些女人来说不是遗憾，不是失败，而是一种真正的福报。这话一出来，我知道有人要皱眉头了。曾教授，你这是在鼓励女人嫁人吗？你这是在破坏家庭伦常吗？不是的。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先把我后面的话听完。我做了一辈子的易经研究，接触过数以千计各种各样的命盘，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生。我发现一个现象，那些婚姻过得最苦的女人，往往不是因为她运气差，也不是因为她嫁错了人，而是因为她的命格本来就不该在婚姻这个框架里消耗能量，她硬是进去了，结果把自己的福报、运势全部耗光在里面，出不来。所以今天我要带你从易经、从八字命格、从风水能量场三个不同的角度，层一层的打开这道门，让你看清楚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你先跟我想一个问题，易经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叫阴阳，这两个字你当然听过，但你未必真的懂它的意思。很多人以为阴阳就是黑与白，就是男与女，就是对立的两面，但这个理解太浅了，差太多了。易经告诉我们，阴阳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与流转。阴里有阳，阳里有阴。太极图你看过吧？那个黑色里有个白点，白色里有个黑，不是巧合，不是装饰，那是老祖宗用图像在告诉你，任何事物走到极端就会转化。婚姻也是一样，在咱们这个文化里，婚姻被认为是让女人从阴中得到阳的补充，丈夫是阳，妻子是阴，阴阳配合，相辅相成，这就是和谐，道理没有错。但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女人她自身的命格里阳气本来就很旺，她本身就具备了阴阳自足的平衡状态，那她再引入另一个强阳，会发生什么事？会乱，会碰撞，会相克。这不是我凭空想象的理论，这是易经阴阳五行运作的基本逻辑。五行里面讲比劫，讲冲克，讲化合。一个女人如果她的八字里日主旺、正官或七杀过强，她的命格结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能量系统。这个时候硬要引入婚姻，很可能就是在一个运转正常的系统里强行插入一段不兼容的程序，结果不是互补，而是干扰。你说这个女人幸不幸运？她不是不幸运，她是被婚姻是女人归宿这句话害了，硬走了条不适合她的路。
然后让外人评判说，这个女人命不好，但她的命明明很好，是她的选择，不符合她的命。我们来谈谈八字。八字这门学问，很多人以为就是算哪天生，哪年发财，哪年倒霉，其实差远。八字是什么？八字是一个人出生那一刻，天地能量在你身上的一个定格状态。那个状态决定了你这一生的能量流动模式，决定了你适合什么样的生活结构，适合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女命的分析在八字里是非常细致的一门学问。我们看女命，通常观察几个关键要素：日主的强弱、正官与七杀的配置、应受的状态、食伤的活跃程度，以及夫星的有无与强弱。现在我来告诉你，哪几种女命格局不结婚，反而是命格最自然的流向。第一种，食伤旺而官杀弱的女命。食神和伤官在女命分析里代表什么？代表才华、表达、创造力，也代表一种不受拘束的精神能量。这类女性天生就有很强的自我表达欲望，脑子里想的东西多，做事有自己的方式，不喜欢被限制。官杀在女命里代表丈夫，代表婚姻中的约束与规范。如果官杀太弱，甚至根本不出现，就说明这个女人的命格对于婚姻关系本身缺乏一种稳定的承接能力。不是她不好，而是她的能量结构就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流动的。这样的女人如果硬要结婚，通常会发生什么？婚姻里有很多摩擦，会觉得被压抑，会觉得另一半根本不懂她，最后要么离婚，要么将就过一辈子，把自己最好的能量全部憋死在家务和争吵里。相反，如果她选择结婚，或者把婚姻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在自己的才华上，她的食伤能量得到了正当的出口，运势就会顺势而起，事业、人际甚至财运都会跟着旺起来。这不是我在鼓励女人不婚，这是命格在告诉你，顺势而行才是真正智慧。第二种，比劫极旺的女命。比劫就是八字里跟日主五行相同的力量。比劫旺的人自我意识很强，独立性很高，做事有主见，不太依赖别人。这类女性本身的能量就很充足，不需要外来的阳气来补充自己。问题是比劫太旺，官杀往往受克，也就是说，婚姻的基石在她的命格里是处于一种受压状态。她不是不能结婚，而是婚姻对她来说是一场消耗战，而不是加分的合作。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女性，结了婚之后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健康问题，脾气变大，情绪起伏，家里风波不断。等到他们某个阶段因为各种原因单独生活了一段时间，反而觉得身体好了，心情也轻松了，事情也顺了。这不是巧合，这是命格在回归它最自然的状态。第三种，应受过重而无食伤的女命。应受代表贵人庇护，精神层面的滋养，也代表一种与天地连结的能量。应受很旺但食伤很弱的女命，她们的世界是朝内的，是精神性的，是与宇宙、天地能量高度连结的。这样的女性很多时候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婚姻好像不是她真正需要的东西，她需要的是某种更深层的精神满足，某种不被世俗关系绑住的自由感。如果她听从这种内心的呼唤，选择一种更朝向精神修炼、知识钻研或者服务他人的生活方式，她的应受能量会让她在那条路上走得很远，走得很美好。现在我们进入风水这个层面来谈。
很多人以为风水就是家里摆什么，门朝哪个方向开。其实风水最核心的部分是能量场的共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有它自己的频率，有它自己的流动方向，有它自己的共振节点。当两个能量场靠得很近，当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他们的场域就会开始互相影响，有些是互相增强，有些是互相干扰，有些则是一方慢慢被另一方吞噬。风水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宅气随人，家里的气是跟着住的人的命格走。一个人独居，这个空间的气场是他一个人的，他能够建立起一个跟自己命格完全匹配的气场系统。但当他和另一半开始同住，两套命格，两个气场要同时运作在一个空间里，如果这两者本来就不相容，这个家的气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的气场会带来什么？健康受损，财运不稳，情绪波动，事业受阻。这些事情在婚后一出现，很多女性以为是自己运气差，其实根源在于气场的不相容。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更深的道理，风水里面讲桃花位，也讲孤城寡宿。很多人只知道字面意思，孤城寡宿就是孤独，命不好嘛。但你若真的懂风水，你就会知道孤城寡宿的煞气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是负面，在另一些条件下，这恰恰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独立场域能量。历史上有很多修道成就卓越的女性，她们的命格里都有孤城或寡宿。这不是诅咒，这是一种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自身能量修炼的命格配置。他们不需要在婚姻关系里消耗能量，他们的能量是用来向上流动的。你说这样的女人不结婚是苦还是福？我现在想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现象，我不是要你去仿效某个人，我是要你去看懂那背后的命格逻辑。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的时代都存在着女性选择不嫁的现象。广东的智淑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些女性在特定的仪式之后宣誓终身不嫁，她们梳起发髻，象征独立。外人看她们往往带着一种怜悯，这些可怜的女人这辈子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多苦啊。但事实是什么？你去看那些智淑女的晚年，很多人身体健朗，精神饱满，有自己的积蓄，有自己的姐妹情谊圈，有自己的生活节奏。相比同时代许多嫁了人的女性，她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低，有些甚至高得多。这不是偶然。从命格的角度来说，这些选择智淑的女性，她们要么是天生就带有适合独身的命格，要么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里，把不适合婚姻的能量找到了正确的出口。他们把原本可能会消耗在婚姻矛盾里的能量，转化成了自我成长和女性社群的凝聚力。这就是易经所说的趋吉避凶，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你看，不是强求，不是抗争，而是找到那条最顺应自己命格的路，然后走下去，走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我现在要带你看一个卦象。易经64卦里有一个卦叫做损卦。损卦的卦辞说：损，有福，原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损就是减少、付出、牺牲。这个卦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主动的减损自己，反而能够获得最大的吉祥。婚姻从某种能量角度来说，是一种主动进入损耗状态的行为。你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情感能量全部投注进一段关系里。如果这段关系能够产生正向的回报，
那这种损耗是值得，是有意义的，是损而后益。但如果这段关系根本就不适合你的命格，你投进去的每一份能量都是单向的流出，没有回流，没有补充，那这种损耗最终会把你掏空。损卦的爻辞里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关键，损其吉，使感有喜无咎。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果断的减损那个伤害你的东西，快速的离开那个消耗你的状态，最终会有喜悦，不会有悔恨。我在这里不是叫你去轻易结束婚姻，我是要你在走进婚姻之前，先把自己的命格看清楚。你进去这个局，到底是损而有益，还是损而更损？这是你必须想清楚的问题，而不是拿着女人应该嫁人这句话，蒙着眼睛往前冲。让我们再深入一点，谈谈坤卦。在易经64卦里，乾坤两卦是最根本的。乾代表阳，代表天，代表刚健；坤代表阴，代表地，代表柔顺。很多人理解坤，以为坤就是柔顺，就是配合，就是辅助。这个理解太片面，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坤卦的卦辞怎么说？坤，元亨，利牝马之争。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上朋，安贞吉。你看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利牝马之争。牝马是母马，这里特别用母马来做比喻，不是在说女性要顺从，而是在说母马有她自己的力量，那是一种持续的、稳定的、能够独自前行的力量。贞在这里不是贞洁的意思，贞是坚守，是正固，是始终如一地守住自己的本质。坤卦告诉女性的真正智慧是什么？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哪里，你要守住自己的本质，你要在你自己擅长的方向上前行，而不是永远跟在别人身后做配角，先迷后得主。这句话我要特别讲一下。很多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迷失了自己，以为找到一个丈夫就是找到了主心骨，结果呢，先迷。但易经说了，先迷不要紧，后得主，后来你终究会找到那个真正的主，那个主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本我，是你自己的命格核心。安贞吉，安于自己的本质，守住自己的正固，这才是吉。你看老祖宗写这个卦的时候，哪里说过女人非得嫁人才吉祥？人家说的是安于自己的本质，守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吉祥。现在我要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跟你谈谈德的概念。在中华文化里，德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什么是德？德不是道德课本上那个德，德是一种积累，是一种能量的储存。你做了好事，你积了德，你的能量库就增加了，你的运势就有了根基。女性在传统文化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德，叫做阴德。阴德是什么？是默默做好事，不求回报，不张扬，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奉献。但我要跟你说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阴德不是叫你无限度的牺牲自己，不是叫你把自己耗尽，然后换来一个好女人的名声。阴德的核心是利他而不伤己，帮助别人，但不损害自己根本。在很多不对等的婚姻关系里，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单向付出的状态。她照顾孩子，她伺候公婆，她维持家务，她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梦想，全部都献给了这个家。从表面上看，她做了很多好事，应该积了很多阴德吧？但不是，这种无止境的自我牺牲不是积德，是耗德。因为他已经违背了利他而不伤己的原则，他伤了自己，他的根本已经动摇。这种付出产生不了真正的德性力量，只会让他的能量越来越弱。相反，一个选择独身的女性，
如果他把省下来的时间和能量用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照顾父母，帮助社区，钻研学问，从事慈善，他的阴德是在真正的积累，他的命格是在真正的改善，他的运势是在真正的上升。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老祖宗早就想清楚了的道理，只是这道理被后来那句嫁出去才有福给盖掉了，很多人再也看不见它了。我要再跟你说一个在易经里面非常关键的观念，叫做时位。时是时机，位是位置。任何事情在对的时机、对的位置上发生才是吉祥，在错的时机、错的位置上，就算是好事也可能变成灾难。婚姻也有时位的问题，有些女性在20几岁的时候正处于她命格里最需要往外发展的能量周期，这个时候如果她把自己嫁出去，开始相夫教子，她就把最黄金的能量窗口给关闭了。等她40、50岁想要有所作为，能量已经大量流失，很难再起来了。有些女性她的整个命格周期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婚姻旺运出现，她的旺运是在事业上，是在学术上，是在社会贡献上，但因为社会压力，她28岁结婚了，然后花了15年时间在婚姻里打转，等终于出来，黄金时期已经过了，这是多么大的遗憾。但最可悲的不是时间的浪费，最可悲的是这些女性因为走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往往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是不是哪里不对？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的命就是这样？我要告诉你，不是你不对，是你被错误的观念带偏了路。我们来谈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大成就的女性，无论是政治、艺术、学术还是宗教，她们的婚姻状态往往都比较特殊，有的终身未嫁，有的早年丧夫之后独立前行，有的婚姻名存实亡，实则独身。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命格逻辑的体现。一个女性要在某个领域有真正的大成就，她必须把相当大比例的能量长期持续地投注在那个方向上。婚姻和家庭本质上是一种高度耗能的关系系统，它需要大量的时间、情感、体力和精神去维持。对于某些命格的女性来说，这种消耗不是问题，因为婚姻对她们来说是能量的补充。但对于另一些命格的女性来说，这种消耗会严重削弱她在其他方向上的势能。从五行用神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用神，也就是最能旺运、最能发挥命格优势的能量要素，如果跟婚姻相克，那婚姻就是他最大的绊脚石。你把绊脚石移开，他才能跑起来。这不是鼓励人逃避责任，这是帮助人认清楚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路。我现在要讲一件很多人不敢想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女人应该嫁人这个观念，已经在很多人心里造成了一种集体焦虑。30岁没嫁的女人，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40岁独身的女人，会被贴上各种标签；50岁一个人生活，更是要承受各种怜悯的眼神。但我想问你，这种焦虑从哪里来的？是来自你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声音吗？还是来自别人对你的期待，来自社会给你设定的时间表？易经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叫做知己知道时机，知道自己真正的处境和需求。你要学会辨别那个催促你赶快嫁人的声音，是真正替你好，还是只是要你符合他们脑子里的那个模板，那个让你觉得不嫁就是失败的恐惧？是来自你自己命格的警示，还是来自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压迫？
这两种声音是非常不一样的。你要有能力把它们分开。真正来自命格的警示，是一种内在的、稳定的、清晰的感知。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知道某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对的，不是因为别人说了，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确知。而来自社会压力的焦虑，是浮动的、比较性的，随着外在环境变化。你今天跟闺蜜聊天感觉还好，明天看到同学晒孩子的照片就开始慌，后天妈妈打电话来催了2句，你又开始怀疑自己。这种浮动的被外力触发的焦虑，不是你命格在说话，那是干扰，是杂音。我们回到易经，再深入一个层次。易经里有一种分析方式叫做互卦，就是一个卦象，去看它内部隐含的另一个卦象。这个方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表象背后都藏着另一个不同的真相。婚姻这件事也是这样。表面上看，结婚是一个女人完成了人生的某个重要阶段，是一种圆满。但互卦给你看的是什么？是这个圆满背后隐藏着的另一种能量结构。很多时候，婚姻的表象是幸福，互卦看到的是消耗；婚姻的表象是稳定，互卦看到的是困住；婚姻的表象是有人陪，互卦看到的是失去了与自己独处的深度空间。相反，独身的表象看起来是孤单，是欠缺，但互卦看到的是什么？是完整的自我掌控，是能量的高度自足，是不被任何关系稀释的专注力，是可以全部用来面对自己、发展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不是说独身定比婚姻好，我要强调这一点。易经从来不做绝对的判断，易经做的是相对于每一个特定命格的最优解分析。对于某些命格的女性，婚姻就是她的最优解，她进入婚姻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越过越好。对于另一些命格的女性，独身就是她的最优解，她守住独身，越走越亲民，越走越自在，越走越旺。真正的智慧不是拿着一个标准答案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帮助每一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现在我想跟你谈一个关于晚年的问题，因为这是很多人最深层的恐惧所在。你不嫁人，老了怎么办？这句话我估计很多女性都听过，而且是反复听过。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婚姻提供的是一种晚年保障，有丈夫，有孩子，老了就有人照顾，老了就孤单，老了就有依靠。这个逻辑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下是有道理，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里，这个逻辑真的成立吗？你自己去观察你周围的已婚女性，那些丈夫先走的，那些孩子远走高飞的，那些晚年婚姻早已徒有形式的他们的晚年，真的因为当年嫁了人就有了依靠吗？有的人晚年孤苦，不是因为没嫁人，而是因为嫁了一个消耗她一辈子能量的丈夫，到老了一无所有。有的人晚年凄凉，不是因为没生孩子，而是因为把所有心力都花在照顾家庭上，自己什么都没有积累。反过来，那些选择独身的女性，如果她用那段时间认真积累了自己的财务基础，经营了真正的情感社群，养成了健康的生活习惯，照顾好了自己的身体，她的晚年未必比嫁了人的女性差。我不是在说婚姻一定提供保障，我是在说婚姻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保障，它只是一个可能提供保障，也可能消耗保障框架。真正的晚年保障，是你这一生积累下来的德性、能量、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你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这些东西跟你有没有嫁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从风水能量的角度，我还想跟你说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现象。一个人独居的空间，如果这个人有意识地经营它，这个空间会慢慢形成一种非常纯粹的个人能量场，带有主人独特的气息和频率。这种纯粹的个人能量场对主人本身的运势和健康有非常正向的滋养效果。中国传统风水里有所谓聚气的概念，气要聚，不能散。一个女性独居的空间，她的气是凝聚在那个空间里的，形成一个有力的气场核心。但当她跟一个命格相冲的丈夫同住，两种不兼容的气场同时在一个空间里运作，气场会互相干扰，互相消解，最终谁也聚不起来，整个家的气都是散乱。气散了，运势自然也就散。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女性嫁了人之后，感觉一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疲惫，一种提不起劲的状态，不管睡多久都觉得没有精神。这不完全是心理问题，这里面有能量场的因素，她的气在那个兼容的关系场域里一直在被消耗、被干扰，无法凝聚。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在命理上非常特殊的概念，叫做华盖。华盖是一种神煞在八字里出现，很多命书上说华盖主孤独，主宗教缘，主文艺才华。但我要跟你说更深的东西，华盖其实是一种独自与天地对话的能量符号。带华盖的人，他们有一种很强的与宇宙能量直接连接的天赋，他们不需要通过另一个人来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他们可以直接从天地万物中汲取能量。这种能力是非常珍贵的，但这种能力在婚姻关系里往往受到压制，因为婚姻要求你把注意力和能量集中在那个具体的日常的充满柴米油盐的关系里。华盖的那种与天地连结的能量，在婚姻关系的日常摩擦里很容易被磨损掉。你见过没有？有些女性年轻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气质，灵气十足，好像跟普通人不太一样。结婚几年之后，那种灵气不见了，眼神变了，整个人变得很世俗，很疲惫。这不是岁月必然，这是命格里的华盖能量被婚姻消耗了。如果那种有灵气的女性选择独身，或者哪怕只是晚婚，把那段最宝贵的灵气窗口好好利用，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艺术家，一个很有智慧的修行者，一个在某个领域里有真正贡献的人。这不是浪漫化独身，这是命格在告诉你，你的灵气来自哪里，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它。讲到这里，我要回过头来补充一件事。前面我提到坤卦，提到安贞吉，我要再展开说一下这个安字。安在甲骨文里写的是一个女人安坐在屋顶之下，这个字的本意是一种平静自处的状态，是一种被外力动摇的内在安定。很多人以为安就是安于现状，就是不挣扎，就是顺从。但这里的安是有前提的，是安于你自己真实的存在，而不是安于别人替你设定的角色。一个女性如果她清楚地知道独身是她最适合的状态，她在这种状态里平静自处，不被社会的目光扰乱，不被他人的期待驱动，这种安就是坤卦说的安贞吉。但如果一个女性她其实内心渴望婚姻，渴望与人共同生活，渴望建立一个家，却因为某种时代风尚或个人创伤而把自己封锁起来，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婚姻，这不是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迷失。易经的智慧从来不是单向的，我今天讲的这些不是要你非独身不可，而是要你学会听自己真正的声音，然后根据那个声音做出最符合自己命格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顺天应命，这才是真正的命由己造。
我们来谈谈福报这个词。这个词在佛道两家都有。福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报是你用你的行为、你的意念、你的能量状态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一个女性如果她处在一个适合自己的命格状态，这个状态让她保持精神清明、能量充沛、心境平和，那她在这种状态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比在消耗状态里做的事产生更大的福报价值。你在精神消耗、情绪崩溃、能量枯竭的状态里去做好事，你积累的福报远远不及你在平和充沛的状态里所做的同样的事。因为福报不只看你做了什么，福报还看你做事时的心境状态，看你能量场的频率。所以选择一种让自己保持在最佳能量状态的生活方式，不是自私，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最有利的选择。如果独身能让某个女性保持在她最好的能量状态，那她选择独身积累的福报，反而比在一段消耗性婚姻里更多、更实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结婚对某些女人来说是一种福报，不是因为婚姻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顺应自己的命格，保持自己的能量完整。这件事本身就是在积累最深厚的福报。最后，我要跟你说一个关于变的道理。易这个字本身就是变化的意思。易经告诉我们，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没有什么规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嫁人才是女人的福气这句话，在某个时代的社会结构里有它的背景和逻辑。在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保障几乎完全依赖丈夫，那个时候嫁人确实是一种重要的保障机制。但时代变了，社会结构变了，女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独立能力已经大幅提升。这个时候你还拿着那个旧时代的逻辑来评判这个时代的女性选择，就是在用一个过时的爻辞来解读一个已经完全变化了卦象，这是读不准，也是不公平。易经的精神是与时俱进，看清楚当下真实的能量状态，然后做出最符合这个当下的判断。当下有些女性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完全可以在没有婚姻的框架里过出一个充实、有意义、有贡献的人生。她们不是失败者，她们不是遗憾的人，她们是真正读懂了自己命格，顺应了自己天命的智慧女性。我说这些不是要否定婚姻，不是要鼓励所有女性不嫁人。结婚对于命格合适的人来说是天大的福气，是人生里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但我要说的是，婚姻不是女人价值的唯一证明，也不是女人福气的唯一来源。真正的福气来自于你清楚地认识自己，来自于你有勇气顺应自己真正的命格，来自于你在那条属于你的路上走得扎实，走得坦然，走得有光。我今天说这些，就是希望你把这个框架打开，把那些加在你身上的固定标签先放下，认真的看一看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命格，你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婚姻是选择，不是义务；独身是选择，不是缺陷。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选择是不是真正来自你内心深处的声音？是不是真正顺应了你命格的方向？如果是，那不管你选择了哪条路，都是福报；如果不是，那不管你选择了哪条路，都会有遗憾。易经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